哈喽，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小熊兄弟。在去年，我们测试了 LG 42C2这款游戏电视。今年呢，他们又更新了 12C3，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C3 有什么样的提升。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12C3采用了和 12C2 相同的褐色纸皮包装。打开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对底座、一套理线夹、一条红外接收线、一个遥控器、一份说明书、保修卡和面板本体。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左右两个底座分别拧上2颗螺丝，就算安装成功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12C3 整体的外观模具和 12C2 完全一致，唯一的差异是背面的标签印刷型号。整体上，正面4边微边的观感还是相当不错的，但一成不变的模具还是略显诚意不足。支架功能性方面，它不支持任何角度的调节。机身背面预留了30×20规格的孔位，可以用于壁挂和安装万向支架。接口方面，它配备了4个 HDMI 2.1 接口、3个 USB 输入接口、1个耳机接口、1个网线接口、1个光纤音频接口、1个天线电视输入接口和1个红外增强接口。接着，我们来点亮它，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首次开机，屏幕中央会出现外部 OS 的标志，接着需要进行一些初始化设置，再选择信号输入源，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低转感受，整体的色调是偏冷的。通过仪器的测试，默认声温为8867K， 同时我们还测试了它9个预设模式下的色温，其中4个模式在6200K 左右，生动和运动模式超过了10000K， 标准和 Eco 模式为9500K， 游戏优化器模式为8920K。另外，每个模式都可以单独的对色温进行调节，调节的范围为6200K 到10600K。主观色彩方面，12C3和12C2的表现基本一致，色彩艳丽且不会过饱和。同时，因为都是镜面屏，整体很通透，没有油腻感。通过仪器测试，它达到了131%的 sRGB 容积 ，PPI 为106，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一般。像素点方面，通过显微镜的放大，它是 RWBG 排列，在显示黄绿字体的时候，会出现典型的彩边现象。OSD 菜单方面，它依然是外部 OS 的操作界面，沿袭了上代产品 12C2 的常规功能和 App， 操作方式依然是遥控器、键鼠和底部的按键，但也有不同。我们来说一下它们的区别。C3 和 C2 的遥控器外观虽然是一致的，但两者的体感功能并不通用。另外，它优化了菜单逻辑，默认呼出1级菜单能够进行画面、声音等功能调节，操作便利性上还是有一定的提升。SDR 亮度方面，由于 OLED 的特性，它的亮度存在 ABL 机制。我们实测了它每个模式下的 ABL 亮度，整体表现和 C2 相差不大，只有在小部分模式，比如游戏优化器和影院模式，提升的全屏亮度达到了150尼特左右，但提升还是比较有限，只有不到10%。色域空间方面，它有自动、原生、动态、Adobe RGB 4种调节方式。通过仪器的测试 ，sRGB 的色域覆盖率为95.5%，平均色准值1.21，最大色差值2.3，整体的表现相对不错。P3 色域覆盖为96.6%，平均色差值1.14，最大色差值2.25，表现依然是不错的。Adobe 色域覆盖为85.8%，平均色差值1.43，最大色差值5.5，偏差较大的部分主要由于面板本身绿色覆盖不足导致。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使用成像仪分析，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 3D ISO 图像，中间深紫色部分在150尼特左右，上下浅紫部分在120到140尼特之间，边缘蓝色部分在100到120尼特之间。以国标25宫格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最大差值为10.25%，这个表现在 OLED 的面板中属于是偏差的水平。切换到色度模式，全屏色温在9265K 到16230K 之间波动，紫色区域在9200K 左右，视角的位置接近10600K， 整体的色度均匀度表现也是相对偏差的。切换到全屏黑场，由于 OLED 的特性，它的黑场是不发光的状态，因此它没有漏光的现象。由于屏幕表面材质存在反射，我们测试了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整体的表现和 12C2 基本相同。可视角度方面，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红色区域是它的最佳视角，黄色部分属于是较为优秀的视角范围，绿色区域是可用状态，而蓝色区域则是相对较差的水平。整体来看，它的视角表现是优异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今年新推出的 MLA 技术240赫兹电竞面板 ，C3 这块电视面板视角是要逊色一些的。频闪测试方面，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无论是 SDR 还是 HDR 状态，调节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不属于是 PWM 调光。但由于 OLED 的特性，它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频闪，在250尼特的白点亮度下，频闪波动深度为9.7%。同时，我们也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 SVM 值，整体的曲线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WOLED 是差不多的。实测手动最低亮度为10尼特，此时的 SVM 值最高为0.165，远小于1，属于是 CIE 不可见的范围。
另外，我们发现，在低亮度的调节中，它依然还存在着灰阶压缩的现象。白点光谱测试方面，通过仪器的测试，蓝光波峰在456纳米，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2.87%，相对偏低，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接着，我们再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色深和兼容性的表现。它的 HDMI 接口是 2.1 的规格，支持 FR6 4通道 12G， 也就是 48G 的带宽，连接 PC 最高可以达到 4K 120赫兹12比特的全范围输入。连接 Xbox Series 之后，它可以支持包括杜比世界在内的所有游戏和视频内容，并且支持可变刷新率 SDR10 以及自动低延迟。连接 PS5，它可以支持到 4K 60赫兹 HDR 游戏内容。开启高帧率模式之后，它可以支持 4K 48到120赫兹的可变刷新率，颜色格式为422。使用 MacBook Pro 16连接，在 HDMI 的直连下，它可以支持到 High DPI 和 HDR， 但不支持120赫兹高刷。输入延迟方面，在标准模式下 1080p 120赫兹的信号输入延迟为31毫秒 ，4K 60赫兹的信号下输入延迟为89毫秒。开启游戏优化器模式，在标准模式下 1080p 120赫兹会降低到5毫秒 ，4K 60赫兹则会降为13毫秒。开启增强模式之后 ，1080p 120赫兹的信号依然是5毫秒，但 4K 60赫兹的信号则会进一步下降到9毫秒。HDR 性能方面，由于 OLED 的特性，它具备像素级的控光，也就是829万个分区控制。HDR 模式它有6种，分别为生动、标准、家庭影院、游戏和 Filmmaker 模式。我们实测这6种模式下的色温，其中生动模式最冷为10079K， 标准和游戏模式则在10000K 左右，而影院和 Filmmaker 模式则是标准的D65色温。HDR 峰值亮度方面，各模式都存在着 ABL 机制，且与 C2 相对接近。其中生动模式下 C3 的亮度更加保守，在10%的 APL 状态下最高为665尼特。游戏优化器模式提供了最高的峰值亮度为701尼特。但相比于 C2 生动模式下的724尼特的亮度 ，C3 的表现是不升反降的。EOTF 曲线方面 ，HDR 生动模式最为激进，在70%的灰阶以下，大幅度拉高画面的亮度曲线。而到了70%以上的灰阶，则遵循 PQ 曲线做引裁切的处理。这样的处理使得整体亮度观感是不错的，但是高光容易出现过曝的情况。标准模式同样也是会拉高70%以下的灰阶亮度曲线，但相对于生动模式则更加的保守一些。家庭影院模式比前两者更贴合于 PQ 曲线，仅做了一些细微的调节，在40%到70%的灰阶做了一些平滑处理，以此来保留一定的亮部细节，减少标准 PQ 出现过曝的情况。而影院、游戏和 Filmmaker 模式几乎和 PQ 曲线完全贴合，它们三者的调教基本和开启 HGIG 的结果是相同的，裁切了70%以上的灰阶亮度信息，将画面的亮度映射完全交由片源或游戏掌控。HDR 实景方面，我们从松下的 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伪色图，家庭影院模式的太阳核心亮度最高为593尼特，其次是 Filmmaker 模式579尼特，生动模式528尼特，标准影院和游戏优化器模式在480尼特。我们以它最高的593尼特的太阳实景亮度成绩，相比 C2 的573尼特提高了3.3%。使用海王和小蜘蛛的片源都可以激活 12C3 的杜比世界标志。在海王小区块的场景下 ，12C3 的峰值亮度为生动模式633尼特，相比 12C2 的635尼特没有任何的提升。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色彩没有明显的偏色和过饱和的现象，画面的暗部表现同样也是比较的优秀。得益于它拥有原生10比特的色深，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它的色彩过渡表现很平滑，没有出现明显的色阶断层现象。另外 ，C3 和 C2 一样，都具备了 2Motion 的动态运动清晰度的补偿，通过补帧提升电影画面的流畅度。这点对于我们观看24帧影片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同时，这个功能也会带来更多的输入延迟。HDR 游戏方面 ，12C3 拥有非常优秀的色阶过渡和暗部细节表现，整体画面的纯净程度和高光细节表现也很不错。但由于它比较激进的 ABL 机制，在部分亮度比例切换的场景下，会出现明显的亮度变换情况。总体来讲 ，12C3 的 HDR 效果与 12C2 并没有拉开较大的距离。虽然在宣传上它的算法有进一步的提升，但实际的观感提升并不大。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12C3 原生支持120赫兹的刷新率，在实际的测试中，120赫兹的状态下没有出现跳帧的现象。灰阶响应方面，它没有预设任何的 OD 档位，通过仪器的测试，平均灰阶响应达到了0.33毫秒，和其他 OLED 一样，都属于是微秒级的响应速度。运动响应时间测试方面，在120赫兹的状态下，它的 BET 为6.63毫秒，排名运动清晰度天梯榜第21名。实际在 UFO 运动清晰度的测试中，虽然飞碟后方没有任何的脱位现象，但由于120赫兹下帧间距较宽，单帧的停留时间较长，导致飞碟本身存在重影导致的运动模糊。游戏功能性方面，在游戏优化器模式下，它拥有黑白色稳定器、游戏对比度、黑电平、清晰度和色深的调节。其中，黑色稳定器和黑电平用于提升游戏的暗部细节。开高之后，画面的暗
部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会伴随着发灰的现象。游戏色深实际上是色彩饱和度，开高之后，画面的色彩会变得更加的饱和。刷新率显示方面，游戏优化器控制栏可以实时监控画面刷新率，支持40到120赫兹的可变刷新率显示。防烧屏机制方面 ，C3 与 C2 完全相同，主要由像素清理、屏幕移动、调整灰标亮度以及屏幕保护程序组成。其中屏幕功能依然没有预留像素，这会导致画面裁切。接着我们来开始拆机，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以及它的数据天梯榜的表现。拆开机器后盖 ，12C3 的内部没有采用任何的屏蔽罩保护，主要的元器件包含了左侧的电源板、右侧的驱动板、中央下方的 T-CON 板以及两侧的音箱组件组成。整体布局和 C2 基本相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音箱组件，主要由2个全频单元组成，额定功率10瓦，最大功率14瓦。驱动板方面，去掉它表面的金属导热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控 IC 上面有 LG 的 logo， 显为 LG1213， 这和 12C2 是同款芯片，依然是4核心 Cortex-A76 的架构。在芯片的上方有2颗 LPDDR4 的内存颗粒，分别是1颗1G 的海力士和 1.5G 的三星，不同于 C2 上的2颗都是三星的颗粒。主芯片的右侧还有1枚三星的 eMMC 闪存颗粒，容量为8G， 用于储存软件和数据。驱动板上还有一颗 Velonan 的功放 IC， 型号为 WA20-68298， 它能提供双通道20瓦的功放输出。T-CON 板方面，中央位置有一颗 LG Display 的原厂芯片，芯片的周围有2颗华邦的内存颗粒。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面板型号 AC420AQL， 这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12C3 是同型号，由 LG Display 印度尼西亚工厂生产。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C3 相比于 C2 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通过精准的3色坐标计算 ，12C3 达到了131%的 sRGB 容积，色域天梯榜排名第69名。SDR 亮度方面，它的实测 SDR 最大亮度为443尼特，亮度天梯榜排名第35名。全屏最大亮度为156尼特，以此测量结果排序的话，它是亮度天梯榜第148名。静态对比度方面，由于 OLED 的特性，理论上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可视角度方面，通过视角仪的测量，它的可视角度在 OLED 中属于是比较一般的水平。亮度均匀度方面，在15宫格的白点测下 ，12C3 最大差值为6.7%，均匀度天梯榜排名第11名。HDR 单独摄像，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实测为701尼特。HDR 亮度天梯榜排名第68名。HDR 静态对比度方面，由于 OLED 的特性，它依然是具备无限的对比度。分区背光方面，由于 OLED 像素级的控光，理论上它拥有829万个分区控制。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通过仪器的测试，平均灰阶达到了0.33毫秒，灰阶响应时间天梯榜排名第6名。运动响应时间测量方面，在它120赫兹的刷新率下 ，BET 为6.63毫秒，运动清晰度天梯榜排名第21名。好了，各位，这期我们就不做 12C3 的优缺点总结了，我们稍微来讲一下 C2 和 C3 之间的差异点。相比于 C2、C3 的菜单设置做了一定的优化，在调节各项参数的时候会更方便。通过光谱的测量，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我们去年测试的 C2 采用了 WBC 面板 ，C3 更新为了 WB1 面板。在实际的测试中，相比于去年 C2 SDR 全屏亮度125尼特 ，C3 提升到了156尼特，但遗憾的是 SDR 亮度并没有提升。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关于 12C3 的全部的测试报告。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